在婆罗洲的深处，隐藏着一个像天堂一般的地方。但是我走进的这棵绞杀榕树洞，也有一个悲惨的故事。这里是丹农谷，一个让时间静止、让心灵回归自然的避世之所。It's very hot and very rare to see. Oh yeah, I see it. I see it. Ooh. Oh. Yeah, right here. 喂 I got bitten by something. Yeah. 我们刚刚在看猕猴的时候，脚下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给咬了。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来吃饭，真的是很不一样的感觉。但这边的游客很多都是欧美游客，几乎看不到中国人。今天我们将带你走进全马来西亚最贵的旅游景点，人均7000多马币的婆罗洲雨林小屋，探索这片时而心旷神怡，时而危机四伏的神奇土地。这些车就是来载我们去 Danang Valley 的车。这个地点就在拿督机场的正对面。现在拿督机场只有2个地方可以直飞，一个是沙巴的雅比，55分钟飞到；另外一个是沙巴的山打根，30分钟飞到。Hello, good morning。哇，免费哦！每一个人都有，很好哎，这个。My name is Ina. Welcome to Lahad Datu. So the journey from here to the lodge will be take 2.5 hours. And for the first 15 minutes will be on the asphalt road. 这个路很好哎，是有重新盖过吗？ See the airport's right here until. 哦，那个跑道看到了。And the remaining journey on the gravel and bumpy road. 简单介绍完行程，上完洗手间之后，大家就开始出发啦。麒麟素食餐厅。这是婆婆当年30多年前开的，后来卖给亲戚了吗？左边是学校来的，这是学校什么啦？哦，是。然后这个是那个鸟圣的教会，就是昨天我们去拜访的家庭的。哦 ，church。宝爸就是拿督出生的，这次是他第一次带我们回老家。拿督是沙巴第4大城市，也是以棕油园种植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的城市。如果大家有留意棕榈油价格的话呢，去年几乎是翻了1倍。别看这边是个小城市啊，这边的人非常有钱。宝爸说他们买房不是一间一间买的，而是一排一排买的。这个不就都一样的价钱吗？从来都不会变的。全马来西亚的油价都是2.09块一升啊，拿督这边物价也很便宜。所以很多人是有钱都不知道往哪里花。拿督除了丹农谷，还有一个大马唯一的深水浅洞——大围湾蓝环洞。你的幼儿园有机会去看一下。这段路看起来非常的新，导游说大概是在几年前刚刚建好的。Pan Borneo 泛婆罗大道路的2边是无穷无尽的棕榈树，这边的棕油园呢数万公顷，周围有超过130个棕榈厂。等一下进雨林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宝爸的爸爸，也就是我们公公棕油园的故事。丹农谷热带雨林的维护是靠丫丫三沙巴沙巴基金会，也就是那个给沙巴马来西亚人提供教育机会、发放很多奖学金跟助学金的基金会。Under their Sabah Foundation and Sabah Forestry Department. 这辈子一定要来一次丹农谷，支持雨林的重建，还能支持沙巴的教育。71 kilometers。导游告诉我们，丹农谷里面是从来没有被砍伐的雨林。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外围，这片森林曾经被砍伐，50年前才被法律禁止。这些树是沙巴基金会和森林部重新种植的，所以树干都很细。等下进到雨林里面呢，就能看到1.3亿年的原始雨林。是大象的屎。This is the research center entrance. Replanting station 里面有很多树苗在种了，看看那个小树苗，里面全部都是种的树苗啊！哇，好高哦，这棵树。这个就是没有被砍过的吧？
called the in local name Mangaris. In Tokonon Some people they call it honeytree because the bee they like they build the nest in the branch, the beehives. 开车的导游在这边工作了14年，也只接待了13个中国家庭。这条河的名字叫做 Sagama River， 色加玛河，是沙巴第2长的河流。比起海岛，这片原始雨林才是真正稀缺的自然资源，它是地球之肺。原始雨林正在大面积被砍伐，全球最大的亚马逊雨林正面临着不可逆转的砍伐，有可能在我们这一代就会消失。婆罗洲的这片雨林是地球的另一个肺。沙巴政府在50年前就意识到了原始雨林被砍伐的危机，现在丹农古保护区成为了全球热带雨林恢复的成功案例。好美啊，这边。要走雨林的鞋和袜子我都没有带，我都是现场在这个店里面买的。在雨林小木屋这边呢，随时随地你都可能看到很多不同的生物。一上来就在树里面发现了一条青蛇，今年刚好蛇年，我们一进来就看到蛇，是不是意味着蛇年大吉？ Called the grey-tailed racer. Oh. It's a non-poisonous snake. Yeah. Non-poisonous. Is it the head here on the bottom? It's quite long and big. Yeah, it is. Yeah, you can see the head in the bottom there. The head. Oh, right here, I see it. 一整个房间全都 dessert. Bread station, 冬瓜汤, steamed white rice, turmeric rice, Medicine, okay? spicy soy sauce beef, roasted chicken, deep fried fish fillet, stir fried mixed mushroom. Oh, long cabbage with garlic, pumpkin with coconut milk, traditional corner, the local rice wine, 米酒, fermented vegetable with rice, ginger flower. 英国的威廉王子跟凯特王妃都曾经乘坐直升机抵达丹农谷。导游还告诉我们，迪拜的游客也都是坐直升飞机直接从雅比飞到木屋附近的直升机停机坪。他说飞一趟就要8万马币，来回呢就16万，这妥妥就是马来西亚最贵的旅游景点了。11月到3月是雨季，也是淡季，本地人呢有3到5折的优惠，但是雨一下多了，景点就进不去了。淡季就比较适合家庭来放松，因为很多徒步雨林的活动，孩子们可以走一趟，但是可能走完上午那趟，他下午就不愿意走了。这时候刚好下雨，就不用走了。这边餐厅是提供免费的早中晚饭，食物质量也非常高，每餐我们都吃得饱饱的。4月之后，因为不是雨季，所以这边的小木屋呢，基本上都被订满了。所以如果要预定的小伙伴，记得一定要提早预定。好多！小木屋的旁边也随时随地能够看到一群猴子。对比非洲大草原，丹农谷更适合家庭，感觉这边设施甚至比马尔代夫还要好。其实海岛游呢，东南亚多的是，印尼的巴厘岛、泰国的普吉岛、菲律宾的长滩岛、沙巴、仙本那、雅比、越南的富国岛，还有马尔代夫、斐济。但是现在你要去找大面积的热带雨林，上亿年没有被人类破坏过的，你还能想到哪里？这全球都是稀缺的。 With me do not disturb. Okay. And then your umbrella. Oh, umbrella. Oh, wow. 哇，这么美啊！ I think 这也太美了吧 ！Oh my goodness, this place is so nice. And then Wow, it has its own jacuzzi overlooking the river outside. Now I understand why the monkeys come here. It's a very nice place The monkeys to stay. so if you fit everything in one bag, it will be 50 ringgit. 50 ringgit per So laundry. if you send before 2 p.m., done at the same day. Same day. Yes, after 2 p.m. we Nice. cannot guarantee. And you have some free bath here. You have soft drinks and tiger beer. Cool. If you would like to have some from the restaurant also, you can just bring it from here. Awesome. And Thank you then so much. safety box this side. okay. Wow. And flashlight. And Flash- one pair of oh. binocular. Eh, This one you can bring to go to your activities lah, because Oh, it's okay, provided in okay. the room.
哇，还有那个 security safe。这边的洗手间里面有提供吹风筒，他们所有的洗浴的产品全部都是在这边用柠檬草自己做的。这边的淋浴也很有特色，你要打开这个门的话，跟大自然一起洗澡。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这边是跟大自然连通的，所以晚上会有虫子，最好关灯。贴心了，这个连望远镜，然后插电线都给你备好了。还有这个，哇，太厉害了！哇，看这个 view， 简直太享受了！我可以在这边待一整天呢。我们是9点从拿督机场对面出发，中午大概12点到了酒店房间。吃完午饭休息过后呢，就下楼开始3点的雨林行程。We would like to welcome everyone. Selamat datang to Borneo Rainforest Lodge.The Danube Valley Conservation Area is part of the Sabah Foundation Concession Area, which also consists of Maleo Basin and Imbak Canyon. At Borneo Rainforest Lodge, we pride ourselves in being a part of realizing a vision to build a dynamic, people-oriented, committed, and caring organization by practicing sustainability that connects to human capital here at our lodge.We are committed to deliver a positive impact to the natural ecosystem, local community, and the economic state of Sabah in general. 丹农谷保护区一共有22条步道，能让我们探索5%不到的雨林，而95%以上的雨林是完全被封锁，禁止任何人类的活动。没有带鞋没有关系，这有港崩阿迪达斯。乡村阿迪达斯防雨防滑，工作人员还会帮你穿好鞋带，但记得一定要买这个到膝盖的袜子。如果你不穿它的话，你想象一下你的脚会被这些水质给吸血。我们走完雨林之后，我的鞋里面发现了3条水蛭，它正在往外爬。宝爸说他们从小在乡下长大的，就是伴随着这些水蛭。其实说实在话，我是第一次见了。见到的时候记得要去弹它，如果弹不下来的话，你要抓着它滑溜溜的尾巴往下拔。宝爸说水蛭算什么？他小时候还踩过3次蟒蛇。他小时候就是在原始森林里面玩，不过我真的觉得他能够活到现在真的是个奇迹。可能他看起来不太好吃吧，所以蟒蛇没有理他。第一站我们到了人猿 Cat 在树上搭的窝。 Cat 是常驻小屋附近的红毛猩猩。宝爸说本地人叫他们人猿，因为他们的体型跟人长得太像了。导游告诉我们，人猿每一天都要在树上搭一个新的窝，这些窝就是用树枝和树叶建造的一个相对舒适的平台来供他们休息。我们用望远镜是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的，但是呢，视频拍出来就看不太清楚了。在这片雨林大概只能找到70只人猿，想想他们每天都要搭一个窝，1年就要2万多个窝。Massage？ 热带雨林的快速消失导致红毛猩猩的数量显著下降，在过去的100年中呢，超过24万只红毛猩猩，也就是它总数的80%已经消失了。由于它们的繁殖速度又缓慢，人猿很难恢复它的物种数量了。目前人类的活动正将红毛猩猩、人猿推向灭绝的边缘。Called the deep turtle forest because the trees that you are now seeing around here, all of these big trees is known as a deep turtle. I know this word is very. 龙脑香的学名是 Dipterocarpus， 意思是双翅之果，也就是说，你看到那个种子，它有2个翅膀，是螺旋形的飞下来的。但是呢，种子飞下来这样的场景是非常难得一见，因为大部分的龙脑香科树木它不是每年都开花，大概是3到7年才会有一次盛大的繁殖。龙脑不但是一种极其名贵的香料，与沉香、檀香、麝香并称为4大名香，也是一种非常珍贵的药材。《本草经书》将其称为百药之冠，在古代它是和黄金、象牙齐名的珍贵之物，专门用于祭天祭祖、皇帝养生等使用。关于龙脑的技术，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龙脑香树在中国被列为国家1级保护植物。1750年，当欧洲的植物学家第一次来到东南亚热带雨林，看到众多的龙脑香科树木时，认为它们是取之不尽的野生资源。它们的木材耐用，
提取的树脂可以做成各种香。婆罗洲的龙脑香树非常珍贵，它是热带的硬木，以其极高的强度、紧密性、耐腐蚀性、耐潮湿和耐虫性而闻名。这些树的木材非常的优质，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广泛用于建筑、家居、造船、装饰等领域。下面这些缠着大树的树根其实不是龙脑香树，而是角鲨榕。那在这个树根上面，我们发现了一条大千足虫。这个大千足虫是没毒的，所以导游呢就很自在的把它拿了起来，它就卷成了一个球，然后呢就一直在挠它的背，然后挠完之后呢就会有杏仁的味道。It really smells like almond. It smells really nice. Hungry? 导游说，森林里面的居民非常敬畏森林之神，他们在雨林行走的时候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可以召唤远处朋友的名字，因为森林之神会复制你的声音，可能会把你的朋友引到森林深处，再也回不来。所以如果要呼唤朋友的话呢，要用下面这种方法。Wow. It's telling them they're coming. Yeah, it's also like giving a signal to your friend. 看这叶子好大哦。Anyone want to hold? So cute. 导游说，这个巨型烷虫，它的壳有看到白色的部分，可能是共生的微生物。这些微生物有助于分解废物，保持它的壳清洁。导游说，猴子压力大的时候会拿这些巨型烷虫来吃。我就问他是不是跟吃薯片一样的，他说不是，他不吃壳，他只吃里面的肉。跟我们同一队的瑞典夫妇原来是从上海飞过来的，他们在中国待了好几年，也是各个城市到处跑，到处旅游。你说非常喜欢中国。我们走到一条小河，第3天的救生圈漂流就是这个位置开始的。导游说不用担心鳄鱼，他们从来没有在这边发现过鳄鱼，因为这边的水位非常浅，而且下面全是尖利的石头。鳄鱼如果不想划破肚皮呢，就不会来这边。再说这边没有他们的食物，所以他们也不愿意来。Big. This is the giant ant, the biggest ants in the world. Oh, watch out over there. 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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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oi, oi. the ants come out. Wow, that's huge. Do they bite also? This is bite. Because why? When you see the head, this is the warrior, The warrior. soldiers. How do you know? How can you Yeah, tell? because the soldiers big head, Big yeah. head, big head like this one. But the workers have a tiny head. yeah. So these are the ones that can fight. Must be a nest under the ground here. Yeah. They're protecting their nest and also their queen. Oh. You see it on the Oh, leaf. yeah. What is it? Leeches. Leeches? Tiger leech. That's a leech. Mason, you want the leech? And then that's the head, and this is the butt here. So it will take the time like 3 minutes to find your vein? Yeah. Not only the vein, but they try to find your soft skin. Yeah. And leeches only survive about 48 months or 60 months. Yeah. Then they will die. So how to remove the leech? Just flick it. 这里是地球最古老的雨林之一，亚马逊的雨林年龄只有婆罗洲的一半。1992年，在福堪婆罗洲雨林小屋的悬崖峭壁上，发现了一个古老的墓地。因为去墓地的步道还在维修，所以我们这次没有去。而且这个墓地在悬崖的最高点，带孩子呢就不太容易上去。在上面是发现了一具铁木棺材，还有吹箭筒，还有骨骼遗骸。
根据在棺材中发现的骨碳年代测定，大约有280年的历史。使用这个墓地的部落大约是在300年前从色加玛河的下游搬过来的。他们为什么要从下游搬过来这个地方呢？起源于一场麻风病的疫情。当时生活在河流下游的杜顺苏邦部落，因为一场麻风病造成了重大伤亡，几乎消灭了色加玛河沿岸的居民。根据传说，一个梦境警告了一位妇女，她跟部落首领说了她的梦，就是告诉大家一定要往上游迁移，以防他们灭绝。当时这个杜顺苏邦村庄还面临着另外一个危机，就是加里曼丹的丁加兰部落攻击，他们是猎头族。他们的这些悬棺为什么都在悬崖峭壁上，而不是放在地里呢？据说安葬在峭壁上面能够更加接近森林之神。当你走进这一片森林的时候，你也会相信这些树木都有灵魂，他们在这里已经几百年的时间。Oh yeah, that's okay. I'm stepping on elephant poop. Like this is the warning call from the orangutan. Oh. It's to make the female come to them. 人猿和人类的 DNA 有96%相同，是除了黑猩猩之外最接近人类的灵长类动物。它也是地球上唯一来自亚洲的巨猿。现在全球发现了3种红毛猩猩，全部来自于婆罗洲。又看到一只非常鲜艳的虫子，我们以为是有毒的，结果导游一下就把它抓起来了，说这个是一个千足虫，它没有毒的。他还告诉我们怎么去区分蜈蚣跟千足虫。千足虫呢是一节上面有2条腿。Some researchers they saw the orangutan taking some herbs in the wild here. For the male orangutan, they like to fighting. And then when they get injured, they find that herbs and put on their cheeks. So if you see the big orangutan with the very big cheeks, so that cheek we call it flange. Only develop when they are 30 years old above. Then they become fully morphed orangutan. This growing here. Yeah. So this is the wild ginger. Which one? This one? All of this? The wild ginger. Oh. Especially from Sabah, very potent, huh? Very nice. Over there. Very far. Very far. The The light green colors on the trees. And that tree. of that, Yeah, the top of the trees you can see the nest. 这种树皮上面的伤痕，如果不是人猿造成的，就要小心了，因为它有可能是一只 sun bear， 就是那只在杭州动物园被人误以为是人扮熊的马来熊，它是会攻击人的。回去酒店吃完晚饭之后呢，我们又开始了晚间的行程。晚间的风其实还挺凉的，我都后悔没有穿长袖出来。坐在小车上，你能看到的只是前面的车，还有导游的手电筒灯光照到的地方。导游一旦发现什么生物的话呢，就会停车，然后拿着手电筒去照。我们就会跟着他的脚步跑到侧面的森林里面去看他发现的这个生物。因为有很多生物它是夜间行走的，白天完全不出来，所以只有在晚上你才能看得到。就好像这个华莱士飞蛙 Wallace's Flying Frog， 所以我的拍摄器材呢在夜间真的拍不太出来那个效果，要看的话真的要去实地考察。这个飞蛙是没有毒的，它最远能够飞大概15米。房间备的那个望远镜呢是真的很有用，然后你用那个望远镜一看的话，基本上都能看得很清楚。导游很快又在树上发现了一只 tarantula， 婆罗洲的狼蛛。这种蜘蛛主要是捕食昆虫、两栖动物还有小鸟的，不会对人类造成致命威胁，但是会剧疼。这个标识牌后面就是禁区了，90%几的森林是不给游客进入的。在树上朝着手电筒的方向望过去呢，你能看到2个亮点，就是2只鼠的眼睛在泛光。导游说应该又是一只飞鼠。婆罗洲的红巨飞鼠是体型最大的飞鼠之一，它最长呢可达30到50厘米。现在世界上一共只发现了50几种飞鼠，
婆罗洲就有22种，所以导游说这边是飞鼠的世界中心。Angry bird. Oh, so cute. 它真正的名字叫做黑头八色鸫。It's an angry bird. Only one. 跟西红柿一样。Angry bird. 导游说它真正的名字叫做 Black Crown Pitta 或者叫 Black-headed Pitta 黑头八色鸫，它有8种不同的颜色。它睡觉的时候会把头塞在侧边的翅膀里面，所以你看到的就是一个球。它是婆罗洲最美丽的鸟，是婆罗洲特有的鸟，它最高呢也就飞10米，已经濒临绝种了。Well, this is very rare civet, yeah? Oh, very rare. Civets, also known as the mangus, or maybe a fox for those who live in the Europe countries. And they're all looking for the foods in the night time. And this civet is very hard and very rare to see in here. So very lucky. Oh, we're Yeah. lucky. It's called the banded civet or the linsang. What do they eat? Insects, fruits, mostly the coffee bean. Coffee bean. 哦，是不是那个猫屎咖啡 It's like they eat coffee beans, they poop it up, and Yeah. people actually use that for coffee. ？Yeah，猫屎咖啡。 Yang itu kita minum kopi itu ini kah? Ah, ini Oh. yang orang buat di Indon tu kan? Ya. Ah, ini coffee maker Coffee maker, very expensive coffee. from the civet poops. Not cheap, not cheap. 这个有史以来最香的大便磨出来的咖啡有多贵呢？在巴厘岛卖到80美金一杯，网上还看到说有卖168美金一杯的，但不鼓励大家去买啊，因为果子里呢除了吃咖啡果之外，它还吃各式各样的昆虫跟水果。但是你买的猫屎咖啡呢，这些果子里只能吃咖啡果，会营养不良，出现健康问题，而且会剥夺他们生活的乐趣。就是一个小小的会跳的 Baby. Oh yeah, I see it. I see it. Ooh. Oh. Yeah, right here. Oh, I got bitten by something. Right? There's a lot of Ants. what 我们刚刚在看猕猴的时候，因为下车嘛，然后脚下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给咬了，好疼啊！我们3个人，宝宝好像没被咬，我们3个人就一直疼了大概10分钟，就在车上面，感觉就是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给，就是那种肉被扒开那种感觉。导游说就是婆罗洲的巨蚁，全球最大的蚂蚁，所以晚上如果出去做这个行程的时候呢，最好是穿一个长的袜子，再加上不会被咬到的这个鞋啊。我们觉得我们是踩到蚂蚁窝上面了，刚才就在这一块好像被就是这样子钳了一下，那种感觉真的是超疼的。然后现在看又没什么事了，但是你摸它其实还是有点疼。第2天我们跟瑞典夫妇交流的时候，发现他们也被咬了。原来这个婆罗洲的巨蚁，它一旦有发出这个警报的时候，是全体一起开咬。但是我们导游跟宝宝2个本地人没被咬，可能火蚁认为他们是自己人。小弟弟被咬了之后就大哭嘛。然后瑞典的爸爸还以为说啊，这只小孩子，结果自己也被咬了。他说好疼啊，原来是这种感觉，怪不得孩子会哭，是酸麻酸麻的那种感觉，一直10分钟都没消失。这个瑞典爸爸呢，不单只是被火蚁咬了，还被蚂蟥蛰了。他们孩子大了之后就周游列国，到处玩，非洲、亚洲、东南亚基本上全都去过了。我有问他们，你现在最喜欢的是哪个国家？他说现在最喜欢的是婆罗洲的马来西亚。因为婆罗洲到处都是大自然，跟他的家乡瑞典很像。我心里面就在想，他又被火蚁叮了，然后又被蚂蟥咬了，但是还是最喜欢这边，莫非就是痛并快乐着？下一个登场的是 mouse deer 鹿鼠，跟兔子差不多大，它不是鼠，也不是鹿，也不是猪，但是看上去都有点像。它还跟牛一样是反刍动物，有4个胃，也就是说它的食物倒在一个胃之后，消化完了之后往回倒，倒完之后还会吐出来，在嘴里面再嚼一嚼，再吞下去。鹿鼠兔子大小，像鹿像鼠，
拥有猪蹄、牛胃，是一只会潜水的神奇动物。这个烂掉的果子居然是榴莲，它的刺儿都已经烂没了。自1990年以来，印尼约有2800万公顷的热带雨林被破坏，其中大部分呢转化为油棕种植园、农田或者其他用途。如果在东南亚待过的朋友都知道，印尼每年烧森林，雾霾和黑烟会飘到邻国大马、泰国，甚至整个东南亚。印尼的农民和种植园主呢，主要是在旱季6月到10月之间砍伐森林之后焚烧。那印尼呢，从1999年开始禁止烧荒，并于2002年签署了一个协议，但是它执法效果有限。在2015跟2019年之间，印尼焚烧森林最多的10家棕油公司中，8家没有受到处罚。其实，在30年以前，马来西亚原本是油棕种植的全球第一，但是由于马来西亚在1999年的1月开始实施3%的棕油暴利税，挤压了盈利空间，导致了马来西亚棕油在国际市场面临劣势。印尼趁机而上，通过出口关税和更低的生产成本，超越马来西亚成为全球最大的棕油生产国。但是印尼为了扩大种植面积，大面积焚烧森林，导致红猩猩、苏门答腊狐和你在这个视频上面见到的所有生物都丧失了栖息地。尽管印尼政府自2011年起多次暂停新的伐木和油棕种植许可证，非法砍伐跟焚烧依然普遍存在。印尼的审计局表示，仅不到20%的棕榈油产业活动符合国家标准。欧盟就施加压力，让进口的油棕必须要有证明与毁林无关，甚至完全抵制印尼的棕油。与之相反的是，马来西亚沙巴政府尽全力保护原始雨林，开放5%不到的雨林做绿色生态旅游，政府赚的不一定比做棕油少，而且全球包括欧盟也更愿意接收马来西亚产的棕油，保住了会生金蛋的鸡。沙巴现在还能有这么恒定的气温和新鲜的空气，就是靠着婆罗洲全球第2大的雨林。这是大象踩的，这么大一个水滩，我的脚跟大象的脚。婆罗洲的侏儒象现在野外数量仅有1200头左右，已经濒临灭绝了。有灵芝啊，长了就在那个朽木上面。第2天早上的这次雨林不行，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多蚂蟥，可能是晚上下完雨之后蚂蟥要出来觅食了。正当我们在桥上欣赏色加马河的美景时，哎，等一下，屁股眼儿上面有一个 ，Hold on， 你的屁股眼儿，这个，哦呦天哪，这个，哎呦 ，Hold on， let it play for a little bit，very tight 。Doesn't want to let go. Yeah. 由于我弹不掉，就叫这个瑞典爸爸来帮忙，因为他非常有经验。他昨天刚被这个蚂蟥咬到肚子上面了。其实宝爸也被咬了，他们2个是被咬在同一个位置，就是左边的肚子上。那他们都是用手自己就拔下来了。后来我查了一下网上说可以用肥皂水或者是盐来刺激蚂蟥，让它自行脱落。这次2位男士都被蚂蟥叮了，可能是气血比较旺吧。我们来到了一棵婆罗洲的角鲨榕 Strangler Fix 的前面，这棵角鲨榕高耸入云，中间有一个完全空掉的树洞。为什么会有角鲨的恶名呢？中间为什么会有一个树洞呢？角鲨榕的生命始于一颗小小的种子，这些种子通常由鸟类或其他动物传播，落在宿主树的枝干上。由于婆罗洲雨林环境潮湿，种子很容易在高处发芽。起初，角鲨榕是一种附生植物 （epiphyte）， 并不直接从土壤中吸收养分，而是依靠空气中的水分、落叶和鸟粪等提供的养分。随着角鲨榕幼苗的生长，它会向下垂，挂出许多气生根 （aerial roots）。这些气生根最初是细长而柔软的，它们沿着宿主树的树干向下生长，寻找土壤。一旦气生根接触到地面，它们就会扎入土壤，
开始吸收水分和养分。这时，角鲨绒的生长速度大大加快。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气生根向下生长，并相互交织融合，形成一个围绕宿主树干的网状结构。这个网状结构会变得越来越粗壮，对宿主树施加巨大的压力，绞杀与死亡。角鲨绒的网状根系会逐渐紧紧包裹住宿主树，限制其树干的生长，阻止其加粗。同时，角鲨绒的树冠也会迅速扩展，遮蔽宿主树的阳光，使其难以进行光合作用。最终，宿主树会因为养分、水分和阳光的匮乏而死亡、腐烂，只留下角鲨绒独立的中空的树干。中间的树洞是原本角鲨绒寄生的那棵树。后来导游才告诉我，这个树洞在很久很久以前是婆罗洲原始部落的祭祀地点，而且是人祭。曾经有女性在这个树洞里面被献祭，角鲨绒树洞被视为与灵界沟通的场所。不过现在已经没有这样子的祭祀活动了。宝宝跟我说，进森林的时候还是要有敬畏之心。他的朋友曾经因为没有敬拜神灵而丧生，是一个非常悲惨的故事。我就放在会员频道里面找机会讲一下吧。还有一段在拿督华人的血泪史，也在会员频道跟大家分享吧。漂亮啊，这个。This is actually not a coconut. This is a fruit from the liana. Canopy Walkway 其实是我们走的最后一个行程，因为之后呢就下了一场超大的雨，连那个河都快淹了，所以后来的行程就全部取消了。丹农谷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拿督，那拿督呢是在哪里呢？是在斗湖的北边。也就是仙本那的北边，这里的农业非常的发达，种什么长什么。色加玛河曾经是婆罗洲最大的烟草种植庄园，建立了各种公共设施的小镇，包括铁路、医院、学校、银行、电影院、警察局等。早在1814年，色加玛河下游就被淘金者调查过，当时有一个淘金热潮，是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现在就不要想能挖到什么金子了。宝爸的旧家附近还有一条金沙河，也曾经有非常丰富的金矿。宝爸拿督的邻居老奶奶告诉过我们，当时他们在地里面可能随便一拿就是一个金块，金闪闪的。拿督拉哈达多的名字来源于巴瑶语，其中拉哈意味着地方，达多就是在菲律宾拥有达多头衔的人，因此呢，拿督意味着拿督的地方。这边的晚餐的质量也是非常的高，而且每一顿菜品都不一样。我们回到酒店之后呢，又看到了昨天的一家鹿，他们好像天天都来这边吃草。哇，好清楚哦，能够看到那些鹿就在外面吃草。昨天晚上下暴雨了，前面那条河原本不是有一个小平台，可以有那猴子出来一家玩水吗？结果现在那个平台没了，后面的树全是雾。我们刚起床，这个位置还有一些小猴子，就小猕猴，妈妈带着宝宝。哇，好多哦！由于第二天晚上下了暴雨，我们第3天的行程全部都取消，包括在河上漂流。但从我们的房间望出去，就能看到鸟儿在抓鱼吃，很漂亮呢。用望远镜看到它是蓝色的，很可爱。你看这个水流有多急。宝爸说，当年的那些木头就是靠着这个河顺着水流运下去的。哇，他就这样子坐着，哇，好快哦！哇，我们走到大厅的时候，又看到了这个红利叶猴，哇，好多只哦，3只啊！哇，有小 baby。野外的猴子比动物园的要自由，要更加活泼。它还在练习爬。原始森林里面的气温在28度到34度之间，
导游说从来没有超过36度，晚上的气温会比较凉，但是最好带一件长袖，因为这边如果你要行走雨林的话呢，有各种各样的虫子跟蚂蟥，所以最好还是穿长袖长裤。比起人造的景点，天然的景观现在反而更稀缺。进原始森林一路71公里，也全被人类砍伐过，木头拿去赚钱，盖房发展，但是发展的快乐反而不快乐，为赚钱焦虑，为赚钱烦恼，甚至有时候为钱丢了性命。赚了钱又能怎么样呢？不是还得花大价钱才能看到原本到处都有的原始森林？我们曾经以为钢筋水泥是文明的勋章，却忘了雨林的呼吸才是地球的脉搏。当龙脑香的种子螺旋坠落，当萤火虫点亮深夜的苔藓，当巨蚁的咬痕提醒我们疼痛与共生的界限，丹农谷教会我们，真正的奢侈不是挥霍，而是守护。离开时，脚下巨蚁咬过的痛感悄然褪去，但雨林的呼唤却刻进灵魂。丹农谷像一面镜子，照见人类的渺小。愿每一次踏入雨林的脚步，不是掠夺的开始，而是归来的承诺。